一头小猪脖子被套上一个木质三脚架，沉重的木架让它走路姿势怪异。这头小猪并非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脖子上的防滚架其实是为了保护它。村民们用这种方式防止放养的牲畜跌落山崖。在西南地区的金平县哀牢山，有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云端之上的瑶族村落。哀牢山横跨中越边境，村民们每日都要往返边界营生。从金水河口岸出发，穿过一座藤条吊桥，哀牢山便出现在眼前。哀牢山上分布有7个少数民族，山下的傣族和壮族以务农为生。肥沃的土地让村民们自古以来生活丰裕。随着海拔的攀升，山上的环境远不如山下。在海拔1600米高处，有一座位于云端的村落，这里居住着100多户瑶族人家。广吉寨内的道路大多是险峻的斜坡，行走在湿滑狭窄的山路必须时刻小心。为此，放养的牲畜也带上了特制的枷锁。在很久以前，这片险恶的山头既没有水源，也无法种植。充满智慧的瑶族人为了生存下来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饮水方式——竹渠饮水。他们将竹子劈开，去掉中间的竹节，再用蒲葵叶捆住，泉水顺着竹渠进入家家户户，从而让广吉寨的村民们得以在山上生存下来。祖祖辈辈在这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刘福柱是村民们选举出来的村长，寨子里大小事都由他来牵头。瑶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竹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有瑶族的地方就有竹子。每个村民在寨子里砍一棵竹子，就要上交10元钱，上交的钱将用于寨子的建设。今天男人们早早聚集在一起砍竹子，他们今天要搭建一条大型引水渠，用来引水灌溉山坡上的梯田。要想让水顺利流入梯田，需要从山顶开始搭建一条1公里长的引水渠。搭建引水渠的关键在于控制好倾斜度，这样泉水流动才能畅通无阻。男人们负责搭建引水渠，女人们则忙着开垦土地。搭建1个小时后，村民们成功控制好引水渠的水平度，泉水开始流入稻田。他们用脚踩着泥土，让土质更加紧实。凭借着勤劳和智慧，广吉寨的瑶族村民们将这片贫瘠的山坡改变成肥沃的稻田。2米宽的梯田依次向下延伸，泉水从最上层的稻田依次蔓延向下。5月份正是插秧的季节，稻田里也开始活跃着各种小生命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开，村民们便开始出门劳作。经过3个小时的步行，才能抵达山顶的梯田。男人们犁地和运送秧苗，女人们插秧种植。未到上学年纪的孩子们也被父母带到秧田里。午餐是简单的糯米饭团，既能充饥，吃起来也方便省时。随着秧苗种上，稻花鱼也开始繁殖，这些小鱼仔将跟着秧苗一起长大。村民们在山坡上搭建起一座小竹屋当做庇护所。女人们在劳作时，男人们已经开始准备晚饭。对瑶族人来说，做饭不仅仅是女人的事情，他们日常生活所需全都取自大自然。芭蕉叶取来铺在地上当饭桌。按照传统，女人们在屋内用餐，男人们则在屋外。这是一天辛苦12小时后的第1顿饭。对这里的孩子们来说，离家上学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因为学校比家里好玩多了。学校只有40多名学生，大多数为瑶族人，少部分是蓝靛瑶族。学校只有2间教室，1年级正在学习语文课，另一间教室是4年级学生。4年级以上便要去到县城上学。大山养育的孩子们朴实天真，在这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。到了1周1次的赶集时间，村民们坐上村里的货车，前往山脚下出售自家农产品。货车一路顺带拉上沿途村落的村民。2个小时后，抵达山脚下。勐拉集市是勐拉镇最大的传统集市，这里货物品种繁多，不同的少数民族汇聚在这里交换各家农货。许久以前，这里曾经是以物换物，但如今都变成了货币交易。在匆忙采购物资后，广吉寨村民们又要抓紧赶回去。哀牢山山脚主要居住的是傣族人，他们世代居住在河边，孩子们从小就学习捕鱼。半山的苗族则在山坡上开垦农田。大自然赋予这里不同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因为瑶族是最晚迁徙到这里的民族，所以他们只能住在山顶。一场大雨降下，广吉寨村民又要忙碌起来了，因为大雨会破坏道路和引水渠，这时全村人都会出动修复道路。对生存在山顶的广吉寨村民来说，修路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。水道的修复也迫在眉睫，只有水流入稻田，才能保证秧苗正常生长。在春季多雨季节，村民们几乎每天都要修路修水道，但没有一个村民抱怨。这种合力劳作的形式反而让他们很开心。村里的引水渠让他们很自豪，山顶流下来的水一点不比卖的矿泉水差。村长刘福柱一刻也不得闲，他又要帮村民修复水磨。每一户村民家里都有一个磨坊，这是他们加工稻谷的主要方式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
广吉寨村民们将大自然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。为了控制水流量，村民在山顶设计了一个水门，可以自由调节水流大小。此外，他们还用水流发电，靠着山顶的水流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。山顶的水源是广吉寨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，因此村里制定了环境保护的制度。没有村里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砍伐树木。8年时间，他们种植了31万棵树。村民们深知，只有保护自然，大自然才会持久给予他们回馈。除了水源，哀牢山还回馈给村民们一种特殊的礼物——草果。这是广吉寨的一种特产，是极佳的调味品。采来的草果需要充分干燥，将草果放进窑炉上，用烟熏干便可长久储存。草果采摘结束后，到了稻谷丰收的季节，村民会合作收割，因为机器无法进入，只能用纯人力收割。收来的稻谷在谷仓中进行脱粒，一块梯田能够产出2袋稻谷，虽比平原少很多，但村民们已经很满意。收割打谷搬运需要持续3、4天，脱粒的稻谷需要进一步提纯，他们需要站在高处扬掉灰尘。收割完后，村民们会进行祭祖仪式，各家畅谈到深夜，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通过这种祖辈传承的生活方式，广吉寨村民们在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上享受着富足幸福的生活。智慧和勤劳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最真实的写照。